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第451题，所谓的 sort characters by frequency。他就给一个字串啊，字串它可能蛮长的请你将它排序啊，所以它主要要做的事情是排序。那请用所谓的 decreasing order。那它基本上它的 ordering 是怎么定的呢？是跟它的 frequency 是有关，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字元所出现的一个频率所以它必须要做的是一个降密的一个排列。好，那请你传回这样的一个排序过的一个字串，所谓的 sorted string 啊。那当然它有可能很多种答案只要任何其中一种就可以它基本上它是根据字元的频率去排序并没有说你哪个字母相同频率的话要在前，哪个在后并没有好，那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的简单的几个例子，我们先看一下，比方说是 tree。那原则上它这个里面总共它是有三个字元我们这边看一的话有两个 ，R 有一个 ，T 有一个，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你就是变成1 T， 或者1 T R，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好，那第二个例子的话更简单3个 C 3个 A 所以 C 在前面 C 在后面其实都正确。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所以我们这里再看第三个例子，它总共这边有3种它有大小写，还有加上数字这边你要看它的 constraint 那甚至它的长度可以最大可以到50万50万所以确实要小心一点。好，那所以这3种，所以有大写的 A、小写的 A、小写的 B， 所以这边有一个大写的 A 一个，小写的 A 一个，小写的 B 抱歉，小写的 B 有2个，所以它的答案是 B B 小 A 大 A， 或者是 B B 大 A 小 A， 基本上都可以。先把题意先了解。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怎么解。好，那么我们在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它的字元集是0到9，大写的 A 到大写的 Z， 小写的 A 到小写的 Z。那我们如果说观察它的所谓的 ASCII code， 那最小的当然是0是48，小写的 Z 是122，所以它总共的范围是有75个所以原则上我们这边用阵列就可以了当然这阵列是比较简单的资料结构，你当然也可以用hash table 啦，但是这个我们这边还是用阵列去解。好，原则上我们解这问题大约可以分成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然就是针对每个 frequency 呢先去做 counting， 然后将它的一个结果存在这 frequency 的这样一个一维的一个阵列然后我们可能在做第二次的一个动作因为你总共来讲的话，总共是有62个字母但是你当中75个但是实际上总共是62个所以呢，我们再来就是用一般的迭代方式呢，我们
就可以从零字元到小写的 z 字元之间呢，我们去收集这样一个资讯啊。前面当然就是它跟它的 frequency 是有关，那第二笔资讯当然就是它这个字元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存放到这个部分。所以这边这个 frequency C 它最多它就是62个嘛，啊，然后我们再来就排序嘛，排序我们当然这里是由大而小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用它所谓 INT 跟 CHAR 的一个 pair 啊，这样我们用那种 greater 啊，用它系统内设的啊，应该会比较更快一点。然后第4个步骤当然就是你用一些那个看你采用程式语言啊当中啊自串的一些函数啊，就将这个答案应该就可以完成。好，那我们看这边的步骤啊，这边的步骤，当然这里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frequency table 啊，那我们用阵列方式。这边第2个地方呢，就是这是排序过后的这样的一个 frequency underscore c 这样的一个 table 啊，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答案啊，所以这是大概我们的一个解题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在LeetCode 上实际这个解题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用 Python 来解答。好，那我们在解答之前，我们要先知道那个因为它这个字母集它是有包含数字数字最小的 ASCII code 就是0的 ASCII code 是48，那小写的字它是122我们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当然是先建立我们的 frequency 这样的一个 table 我们用一般的 list 就可以了用比较简单的资料结构。那122减48再加1所以等于75，总共75个。好，所以我们就用一般的回圈，这个自串跑一遍，基本上呢 frequency 它这个字元的 ORD， 你再减掉0这个字元的 ORD 基本上就是48，我们就直接打48，所以它就要加等于1。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步骤先用 frequency table 先去计算。好，然后我们再建另外一个 table 这跟 frequency table 呢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多了一笔资讯。除了它的 frequency 之外呢，还加上了它的一个字元它的一个字元。好，那我们看一下，所以呢，这边呢，我们简单起见，我们用 range for 就可以了。I 呢是在 range 0到74总共75个元素嘛。如果呢，我们的 frequency 在 I 的值是0的话，那基本上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就 continue。好，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将我们的 frequency underscore c append 这样的一个长度为2的 list。好，那第一个元素当然就是你的 frequency 在 I 的值。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你的字元你的字元这边，你当然我们就用到 CHR 这样的一个函数嘛。好，那
基本上你就是用 ASCII code 反推回去嘛，所以你就加上48嘛，还加上48，好，这样就反推回去了。好，那所以这是第2个步骤嘛。第3个步骤就是你要排序嘛。排序的话，我们是根据因为我们排列的时候是频率频率是在前面所以我们是由大而小，后面这也是字元，所以我们这里的排序就很清楚。所以我们这边 sort 这 method 呢，里面我们当然就采用 reverse， 就设为 true。它就会由大而小排序。好，所以然后第4个步骤呢，就是你要将这个你要输出的字串把它弄出来。我们先设空字串 ANS 然后回圈迭代一次应该就出来了。是代表它的出现次数 C 的话，是代表它的字元。只要是在 frequency C 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基本上就 ANS 加上怎么样的一个，就有 N 个 C 嘛就是 C 乘上 N Python 可以这样用好，然后呢，我们再 return 我们的 ANS。好，看看整个的情况看看哪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 OK。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所以第1个 case 是 OK 的嘛，第2个 case 也是 OK 第3个 case。也是 OK 的。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应该就可以 submit 的。所以我们看结果结果大概50毫秒差不多是中间这其实还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为了那个看更清楚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加上一些 output， 比方说是我们在第1个步骤如果完成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 frequency 这样的列印出来。那在这个排序之后，我们也将它列印出来。然后在传回值之前，我们也把它列印出来。好，那我们要看看它这个3个 case 它当中经过我们的这几个步骤当中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是我们的 table 第1个，当然因为它总共75个，然后在第2个部分。第2个输出的部分，你就应该就可以看得蛮清楚的。好，在排序完之后，好，这是第3个 case 所以答案是这样，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看这是第2个 case 它的一个情形第1个 case 它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再切到C++ 的部分C++ 的部分，那我们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一个相同的逻辑去实作。好，那我们让它执行。好，那我们再 submit。好。基本上它是蛮快的4毫秒，大概是打败 97.73% 的最快甚至0毫秒。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